望长公请。汪直参见惠妃娘。平身。谢娘娘，不知道娘娘传召奴才有何吩咐？本宫听闻你自河南回宫之后，曾到御药房查探皇儿的死因，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确有此事。你私自翻查此事，是否知本宫皇儿的死因？有何不明不白之处？回娘娘，汪直只是因为知道娘娘为了皇子夭折，伤心欲绝，又恐宫中有人对皇妃及皇子不利，所以奴才在暗中调查，不敢惊动娘娘。但经过详细查问之后，也正如太医所言，皇子确实死于急惊风之症。真是如此？确实如此。虽然汪直已经离开娘娘宫中，但是娘娘的事就等于汪直的事，汪直不敢有所隐瞒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也不枉本宫对你悉心栽培。谢娘娘厚爱。这样就最好了。但是希望你以后以本宫名义做任何事情，要先向本宫说明一二，以免有人在背后说你是狐假虎威，借此谋取利益，那就不好了。回娘娘。但是娘娘，宫中人多口杂，望娘娘明察是非。奴才之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娘娘筹谋。是这样就最好，但你要记住，本宫没什么长处，但眼光一向很锐利，任何事都逃不过本宫的法眼。汪直定会谨记心中。青子姑娘，时去时留，要快做决定，一旦入宫，永难回头。袁公子的好意，青子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袁公子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胆轻，辜负了袁公子的一番美意，也让自己变成了一只笼中鸟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他人。年纪轻轻的，有着大好年华，为何无故叹气呀？参见万贵妃。参见贵妃娘娘。你就是潘虹送进宫的少淑女？正是。长得不错，身段窈窕匀称，真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。谢贵妃娘娘夸奖。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后宫之中倾国倾城的佳丽大有人在，要想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并不是光靠样貌和体态，还需要一点运气。少淑女，你就慢慢等吧。
青姿，哎呀，别喝了。春华，你要是我朋友，就陪我喝2杯吧。好，不过我只能陪你喝1杯。哎，说好了就1杯的，不许你再喝了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委屈，别憋在心里不说。不是委屈，是后悔。我后悔当初没有答应那个人，让他带我远走高飞。你是心疼老爷跟夫人，跟你吃苦去冒这个险，这是一片孝心啊！你不要责怪你自己。你说我现在算什么？笼中鸟，等主子空闲时回来看他一眼。我现在到底算什么呀？现在皇上刚丧子不久，他当然没有心情册立新的嫔妃。你放心，我相信皇上一定会宠幸你的。你别安慰我了。今天我在御园碰到万贵妃，她的言语，她的眼神，比刀剑还锐利。就算是我被皇上册立为妃，我也要看她的脸色过日子。春华，我现在的处境是进也难，退也难。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，更没有办法教你。不过在宫中这么多年，我学会一件事，就是但求心中无愧。其他的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就这样无奈吗？后宫之事，不是我们这些弱女子做得了主的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你没有害人之心，害你的人也会变少的。这就是我在宫中自处的方法。青姿，你别气馁，皇上册不册封你，你不能做主。万贵妃嫉不嫉妒你，你也没办法阻止。不过，你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。答应我，别在别人伤害你之前，自己先伤害了自己。周大人，这是属下多月来遍访各地方重臣，他们对朝廷及皇上的一些建议，现交与大人，写入荐书之内。元芳，这些建议你可曾一一看过？属下已看过多遍，都甚有见地。如若皇上能听进一二，定可改善百姓的生活。你可记住了各中的要点？属下应该记得。哎，大人。元芳，进谏之事，现在万万不可提出，而这些个书简也必须收回，不能留下只言片语。这是有意江山社稷之事，为何不能提出？为何不能保留啊？你有所不知啊，近来皇上心情不悦，任何进谏都听不进去。更不堪的是，皇上现在非常宠幸汪直这个人。汪直他为了向皇上邀功，
不惜颠倒黑白，陷害忠良。本官刚刚接到密报，他今日去了河南，把已经告老还乡的李成大人、吴洪大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押进为京，秘密刑讯。西厂自武皇爷一案，已经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，现在连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员也不放过啊！元芳啊，做事情要审时度势啊！如果现在我们禁言，那必定会让王直也无机可乘，还会连累一大批的忠臣贤士啊！周大人言之有理，但审时度势要等到何时啊？有识之士报效国家，而如今小人当道，切不可莽撞而为。你要把各位大人的谏言铭记于心，等到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再向皇上进谏。谢大人提点。让开啊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点！让开！走！让开！哎，走！这不是令狐蔡大人？他可是个清官啊，怎么会被仇家？停！停！谁？刚才是谁？你还是你啊？不是，出来！你没事吧？可以。快走！走！押走！快走！走！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走！不走！跟上！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走！袁大哥，杨勇是你啊！你刚才那一招用的恰到好处。走，喝一杯。走。那天你与杨洛刚进京之时，我们也在这儿喝了一次酒。物是人非，转眼间已是两个不同的光景。看见你重新振作起来，相信你大哥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。我现在只不过是在宫里做一名乐师，算不算重新振作，我也不知道。人生在世，是贫是富，只要自己活得痛快，别让爱护自己的人操心，就已经很好了。袁大哥，我伤心失意，你是知道缘由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你也并不开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的情景你也看到了，一个清官被抄家，百姓就说了一句心底话，就被西厂的人恐吓追究。现在除了汪直和万贵妃，皇上根本听不进任何人说的话。我在宫里面倒是看到皇上对万贵妃非常的宠信，可至于汪直，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。此人你还是不见为好。他执掌西厂不久，但是被他所害的人却已数之不尽。大哥被害之后，皇上就设立了西厂，汪直也扶摇直上。你说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关联？不论有没有关联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。记着，君子报仇10年未晚，你可别一时冲动害了自己的性命。我杨勇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，别傻了！你要是平白无故的牺牲了，你有何颜面在九泉之下见你的父母和兄长？听我说，就算你有什么发现，想有什么行动，你也事先跟我通知一声，一人记短，二人记长，千万别单独行动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
停！说，到底还有多少同谋？快供出来！蔡某本就不知所犯何事，哪来什么同谋啊？哼，你还想狡辩？你在越王庙中提的是什么？君王若有清明镜，何容秦桧害忠良？是不是？啊，这还不是对皇上的不敬吗？我只是看到岳飞被奸臣秦桧所害之事有感而发，赋诗济世，怎么会对皇上不敬呢？分明狡辩！快说，还有多少人对皇上不满？说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王直，你根本就是记恨我在西厂成立之初，我曾力劝皇上三思一事。你现在罗织罪名，想诬陷本官是吗？继续打！是。回长宫，犯人晕过去了。把他押到天牢。如果他每天不供出5个同谋，就每天给我打。是，快走！禀长公，蔡达抄家所得只有10担大米、3亩良田，还有1间小房。怎么，当了20年官，只有那么些财产？在下已反复点算清楚。这样啊，那把之前那些抄回来的富商的财产拨5000两到他名下，免得皇上查下来的时候废我唇舌。是，对付个穷官花我这么多银两。你再去看看城里的富商张显、周龙他们有什么可疑之处，知道吗？是。幸好城中的肥羊宰也宰得完。汪直啊汪直，只要巧立名目，一定会吓他们一跳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，任我屠宰，任我屠宰。春华，原来你还在这里啊！这首曲子重新编好了没有？哪有这么容易？我现在是用不同的乐器，看看怎么样搭配是最好听的。那不如我帮你试奏2样，看看能不能加快成事。也好。
有消息立刻向我回报。是，长公放心。捉拿朝廷钦犯李维夫妇，告发者上银之类。我知道他们躲在哪里。走，走。长公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走。是。哎呀，混账奴才！你想把本宫勒死吗？娘娘息怒，奴婢一时不小心，望娘娘恕罪。出去。是。映月，你来替本宫更衣。是。你没事吧，七巧？昨天明明就是他让我把腰带勒得紧一些，今天又因为勒得太紧，来责罚我。我们做奴婢的，受打受骂是常有的事，只是因为你一向运道高，所以很少遇上。啊，对了，林思正说你的命生得好，去到哪里，那里的人都会好起来。到了娘娘宫中，娘娘有孕，又生下皇子，可惜啊，皇子之死打破了你的招牌。我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！什么？你想调离望贵妃宫中？自从皇子死后，贵妃经常喜怒无常，对我诸多挑剔。其他宫女又跟我合不来，哎呦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也得受。现在跟你同期进宫的宫女都已经各有职务，你让我怎样才可以生安硬插的把你安排到别处去？再说了，现在在贵妃宫中，你以位居长衣一职，算是升得很快的。再调出来，哪儿可以容纳你？你愿意再做回普通的宫女吗？望贵妃有丧子之痛，心情自然不好。等过些时日，她心情平复了，或许那个时候，你就会有好日子过了，知道吗？真要谢谢你们跟我一起谱曲啊，跟我们还用客气啊？就是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就是了。春华，你像刚刚那样答应乐庆，听起来很不错。是，不过还不是很好，还要再琢磨一下呢。也是不是的。
杨勇，林大人让你去一趟。是。杨勇，原来他叫杨勇。汪直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据闻吏部的蔡达在庙里祭拜提反时，被你们西厂带回问话，问得如何？此人口硬，宁死都不肯招认。奴才已把他关在大牢中，详加查问。汪直，你做得对，宁枉勿纵，这才可保朕的安全。保皇上安全是汪直的职责，汪直请皇上放心。虽然蔡达对皇上有一心一事，仍未招供，但是锦衣卫已经在他家中搜出5000两银子。此人就是不谋反，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。贪得无厌的家伙，是，岂有此理！朕给他们俸禄，他们不替朕分忧，还私下敛财。汪直，这个人你一定要严惩。汪直遵命。对了，皇上，不知道近日贵妃娘娘状况如何？奴才怕打扰娘娘，所以未敢贸然求见。万贵妃最近心情仍是时好时坏，朕也很是替她担心呐。皇上，奴才听说最近娘娘常召唤一名叫杨勇的男乐工，到娘娘的宫里奏曲，但所奏之曲全都是哀曲。我觉得这样对娘娘的康复不妥。但贵妃正是因为听了他的乐曲之后，心情才比较平静啊。当时贵妃悲郁攻心，难以宣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现在悲痛已经逐渐平复，再继续听这些哀曲，奴才觉得不太妥当。那你有何高见？下个月15，我记得应该是贵妃的寿辰。奴才认为，不如在贵妃的寿宴之夜，由男女乐工同场演出，为娘娘弹奏喜乐，令宫中一片喜气洋洋。这样对娘娘的身体可能比较有益啊。男女乐工同场奏乐，这个想法不错。宫中的确很久没有如此热闹的宴会了。汪直，这事儿如果由你来办，是否会大材小用啊？不会，为皇上做事没有大小之分，只要皇上吩咐，一定照办。汪直不愧是朕的左右手啊！谢皇上抬举。皇上有命，下月15贵妃寿宴，男女乐工将共同演奏。这样不太好吧？男女乐工聚首一堂，诸多不便。皇上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这次演出，乐工局上下都会换上新的乐器。换乐器是我们自己去买吗？当然不是，先是新的，不过好不好就不知道了。吩咐下去，还是把我们平时惯用的乐器调教好了，以便演出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又有人从中大有进账？在宫中，这还算是新鲜事儿吗？做好自己的事情吧。是。
原来杨月宫心中在意的人是韩香。春华，你别庸人自扰了。是他，宫墙内奏扬琴的是他，当日请小太监买扬琴的也是他。各位乐工，奉皇上之命，下月15，万贵妃生辰之日，男女乐工同场演出。所以呢，今天把大家集合在此练习，希望大家明白宫中的规矩，好好练曲，不要随意交谈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出了这么个主意，男女乐工同场演出。方尚仪、殷思月，你们可要打起精神，仔细留意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下官知道。打开乐谱，准备，奏乐。是她，那个买扬琴的宫女。杨月宫，他在意的人是韩香，与他合奏的却是我。我只是一个宫女，就算他想的是我，又怎么样呢？永远都是一个念想而已。他喜欢的不是我，岂不更好？这样我就不会辜负他了。做个知音，交流才艺，不是更好吗？林大人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杨勇啊，方尚仪对你那首契别也略有所闻，他想把这首曲子记录到乐工局的曲谱之中，所以命你到乐谱房把曲谱编写下来。在下明白。这是令牌，你有空闲时便可进宫记载此曲。但你要记着，只可做事，千万别多生枝节。在下谨记。拿去吧。是。
对不起，在下杨勇，是按林大人吩咐前来记录契别的曲谱，打扰姑娘，还请见谅。没关系。你好，我是乐工局的邵春华，也是奉方上仪之命来此重新编排乐章的。打扰了。请问姑娘，文房四宝在哪里？那你先用我的吧。有劳姑娘了。等一下。多谢。春华，你在乐谱房遇见杨勇了？是啊，我也很惊讶。不过我听他说，他是奉林大人的命令去乐谱房记录契别的曲谱。啊，那首曲子的确好听，值得流传下来。我偶然听过一段，真的很感伤。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到底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，才能写出这么感伤的乐曲啊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，伤心之事这世上也多得很。不过，可以谱出那么感人的乐曲，却只有他一人。你很欣赏他，难道你不欣赏他吗？欣赏啊，凡是懂音乐的，我都欣赏。只可惜我们这些做宫女的，就算是遇上那么有才华的人，除了欣赏，也只是欣赏。那总比没有好吧？有一个人值得你去欣赏，总比在后宫里头无知无畏的过日子好吧？是啊，就好像你今天遇到他呢，还可以聊上半天。我哪有？不过不知道是谁告诉我，男女乐工练习的时候，时间过得很快。睡觉啦。钟伯，你看还需要些什么？买完我一起拿回去，省得你一个人出来买东西，走路不便又扛不动啊。哎呀，人老了，不用了，一点也不行了。让你找大夫瞧瞧，你呢就是不听。待会儿买完东西啊，我陪你去找大夫，好不好？难得这二少爷今天不用在宫里轮班，我呢多买点菜，回去呢炒点你爱吃的。好啊，不过这腿啊还是要去找大夫的啊！说，金国，你们怎么推人呢？打死！什么事儿啊？兵场宫就老头马上也打了场宫的去了。好了好了，办事要紧，走。是，我们走。让开！让开！钟伯，你腿没事吧？没事，来，没事。来家，来，请。谢谢。你们也真是倒霉，居然让你们遇上了汪直。刚才叫里边就是汪直。京城里除了他，还有哪个太监有如此威风？人家都说，宁可开罪万岁爷，也不可得罪汪直。